他被卖到美国当猪仔，却捐出了一生所有的积蓄，培养出了像胡适、陶行知、闻一多这样的中国籍的大师。他在美国消失以后，让美国人找了100年都没有找到。他究竟是谁呢？1901年的6月28号，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了一笔特殊的捐款，捐款人提供了总额为12000美元的支票，希望用这笔钱在大学内设立汉学系，专门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这个屹立于东方的国度。这位神秘捐款人所提倡建立的汉学系，正是如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前身。随着一张支票一起寄过来的呀，还有一封信函。在信函的最末是这样的落款：丁龙，一个中国人。校方觉得十分的惊奇，他们不清楚这个丁龙到底是何方神圣，而且这笔捐款对于设立汉学系来说还是杯水车薪。直到当时的美国贵族卡彭蒂埃将军给校长写信道明原委，并提供了后续设立汉学系的捐款之后，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才慢慢的浮出水面。卡彭蒂埃将军呢，在写给校长的信中透露了这位神秘捐款人丁龙的真实身份。他其实正是将军府内的一名中国仆人。丁龙从小就没有接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在清朝末年，他和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平民一样，选择到海外去谋生。而廉价的契约华工，就如我身后的他们一样，当时被人们称之为猪仔。18岁的丁龙就是这样的一个猪仔，为了混口饭吃，他在兜兜转转中被卖到了卡彭蒂埃的家中，负责给将军做饭并打理一些杂物。卡彭蒂埃一生拼搏，收获了不尽的财富以及良好的声望，而关起门来的他却是一个暴躁的酒鬼。有天晚上，喝多了的卡彭蒂亚又对仆人出口辱骂，还扬言要解雇所有人。胆战心惊的仆人们只好赶紧收拾包袱走人，防止这位将军看到他们之后又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第二天早上，酒醒的卡彭蒂埃发现家中空空如也，他对自己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感觉非常的懊恼。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抬头一看，竟然是丁龙。当问起丁龙为何没有跟其他人一起离开时，这个不起眼的仆人给出的回答却让卡彭蒂埃惊叹。他说：“我的国家古代的圣人孔夫子曾经说过，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虽然你的脾气很坏，但我不认为您本质上不是一个好人，而且根据孔夫子的教诲，我也不能够就这么一走了之。我虽然没有念过几年的学堂，但这点基本的做人道理我还是知道的。”卡彭蒂亚被这个中国人的质朴和坦诚深深的打动了。从此之后，他努力的去善待自己的仆人，重用丁龙，主仆二人之间也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丁龙为卡彭蒂埃将军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终身未娶，勤勤勉勉地做着一个家仆应该做的所有的事情。直到他退休时，卡彭蒂埃将军呢，仍然对他是依依不舍。在丁龙临走之前卡彭蒂埃就问他：“你是否还有什么心愿是没有完成的，或者是否需要我再给你额外补偿一笔钱？”丁龙呢，只是笑了笑，摇了摇头。他说自己毕生唯一最后的一个心愿，就是将自己终身为仆所积攒下来的所有的积蓄，那12000美金，悉数捐给哥伦比亚大学，让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在丁龙提出建立汉学系的那一年，清朝政府刚好被迫签下了辛丑条约，承诺给出4.5亿两白银的赔款，让中国完全沦为西方的一个殖民地。在国不国家不家的那个年代，这个一生为奴的中国平民却提出这样一个卑微而恳切的愿望，在美国的大学里建立研究中国文化的院系，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知道这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泱泱古国绝非你们口中的贱民。丁龙的淳朴深深地震撼了卡彭蒂埃将军，他决心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帮助丁龙实现这个愿望。在丁龙寄出支票和信函之后呢，卡彭蒂埃主动联系了哥伦比亚的校长，
表示愿意为大学提供源源不断的捐助。只要这个汉学系能够真正的建立，卡彭蒂埃以自己的人格和声望向校长担保。丁龙是他见过最正直的人，即使他只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中国仆人，但是他天性的高贵和善良是无人可比的。时至今日，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依然保留着丁龙汉学讲座。在一番艰苦的努力之下这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学系终于建立了。消息一出，轰动了整个美国，甚至惊动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慈禧太后。她给这个汉学系捐出了5000册中国图书，以示支持。清朝末年几个著名的大臣，比如说李鸿章、伍廷芳等人，也对这个汉学系有所捐助。从最初的汉学系到如今享誉全球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这个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的学系，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师们，像胡适、冯友兰、闻一多、陶行知，他们都曾经在这里求学，并且做研究。而在这片辉煌的背后，丁龙的身影却在滚滚的时代潮流中渐渐的模糊、消逝散去。根据美国学者的考证丁龙的踪迹停留在1905年的6月27号。那天呢，他离开了纽约，返回祖国。至此，他生平的所有线索都中断了。2007年哥伦比亚大学甚至还发布了寻找丁龙的寻人启事。许多国内的媒体呢，也加入了寻找丁龙的行动当中。可惜的是在留下这样一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之后，丁龙却彻底的消失了。也许和找到丁龙或他的后人相比，我们更需要的是铭记，因为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依然呢有这么一群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国人，他们为了传播中国的文化，搭建中外交流的桥梁，贡献着巨大的力量。他们就是历史，而历史不应该被我们忘记。就像我身后的猪仔们，他们身为猪仔，但是他们却是伟大的中国人。